然后锁来套到。啊，这是3段式的，但是我在想后来厨房的还有水啷个配过来了，后边厨房改一点。这边是吧？啊，厨房的水，就是厨房有个卫生间，然后这儿有个卫生间。你那边那个位置应该排得过的哦。我看到是，到时候找点水瓶看哈儿。这里进水管来没有？进水管已经来了的吧？进水管的在哈儿，就这儿。这个位置是吧？就不晓得这厨房这边能不能过来。按道理是来得到的，你这里噻。好厨房就要提高个。这边的话，我一直在内心目的当中意思啥的抬高的。到那边抬高。就把一进来材料挖了全部往的水。对，一个是回填的东西有地方放，二那个是避免湿气还有一个是你的氛围感得达到。对。如果那个位置先把那个场地清出来之后哈，你这些划分是不是做好的噻？我们先找整体水平。就是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，它应该上下到10公分应该就够。但是我买个长点的水平管的嘛。不用水平管，那能找啊？我有。那个位置高一，这个位置10公分，10到15公分应该就够了，它水都来得到的。再放着，我就想的是，先就在柱子，这下面全部的太空，到时候再来盖。因为柱子可能在这些地方呢，就烂了跟这些拆了，我就留点巷儿出来，摘花儿或者搞个水渠啊，到时候流水啊，就这些砖都不要，到时候反正一块现在不拆，我打柱子的话，我就后期来拆都行。那个上面就是一个像今天那个让我看那种就是那种造型的嘛。造型上位置下面锤用砖锤做子都行。砖锤。这个升不起。升不起来都挖个几层下去就行了。因为这下面是空的，你看吧。这下面已经是空胶合。不盘的。这个板根本就没得用。然后也可以，就是2层在这里面，外面这里都是个坝子。外头都是坝子。外头是个坝子，到时候我们把整体的尺寸分出来之后哈，看柱子哪个位置。把整体格局分出来，然后你这头这边到时候整围墙噻。这边就当围墙了，不拆就砖就要得自己头来了。到时候你把砖。我是说的，这儿在那儿打柱子可能是省事儿的，因为你锤砖的话也不干。打柱子和锤砖，你先把那个，先把这一头的东西全部请到这外头来。这个做肯定是先做里头，外面这个啷个做都得行。如果打柱子的话，就可以先把拆这里头，先把拆柱子起来就再那样，因为这些盖具都不要了。这格局都不要。这是以前的盖具，用不上了。一楼暂时就那镂空嘛。镂空，全部镂空。全部镂空就是全部锤墙了嘛，最怕锤墙。后期想锤墙再锤嘛。在外头这里还往里头收不？这都要收嘛，这墙的都不要了。这个墙不要的，我意思你外面的那个过道呢，留宽点儿个，在外头那个过道。这个过道就相当于全部是在院子头了，它不是过道，它就整体的院子，院面开，就要直接进入院子了。都直接进入这里面的。对，就相当于这个墙，它不要就要守在这里就得了。这个的楼梯你想的是在哪个位置啊？楼梯可能也是在这边了我个人感觉楼梯应该在这个位置。在这儿。可能到时候整起来都有点偏麻烦。这笔墙不要，那就是跟到这里走嘎。这些墙可能都用不上了。这个墙要用哦，这个墙应该要哦。就是你用这墙的话，你挖空中不挖？不行，它和这个的空中不一样噻。如果说是我们平时做那种手法的话哈，我就会以这个为那个，这个锤管和接这边，都是这个过道哈。就是你说那种镂空，好，然后都看这个位置，啷个做楼梯上去的问题。我个人感觉从这个位置起步啊，上2楼，上面个天台，然后这里墙都到时候可能要找专业要找取点，但是取不啷多。好嘛，如果这里如果说是你要的开门见了哈，我们把楼梯做在这里位置。这儿就按全部留厅。你要看下你们的要结合你那张照片上的那种方式来做。还有2个是你坐上去你的使用空间，就像刚才你谈到的，都是楼梯杆的这个位置，就不得里头去抓。200米到这儿通过来全部是坝坝，就不受那楼梯所影响。它就按纯粹的坝坝，就是你大门打开就是一个很大的坝坝，它就很大气啊。所以我在讲这个楼梯要啷个晒它才合理啊。但我个人感觉要来配这个房子，这个楼梯都要在这个位置，这样它都不影响这里面的空间，它又是一个方方正正的。
它这个本来就是3年过，它也没得方正这可以说法。哎，你上面这里他就不给你缺过户了噻。嗯，主要是看的你要的哪个效果。我这跟你讲的方案是你们拿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效果。我不管你想啷改，或者你在上面想干点啷东西，都是义无反顾的事情。里头的一半儿，等它高4公分。高4公分，因为一旦落雨呀，或者是那个瓦上流下的水呀，第一个它不往屋头走，避免一个湿气。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哈，和后面的厨房、厕所、阳台，我们还没讲到这个儿。这个儿呢，因为我搞不清楚现在你的一个整体思路是啷个回事哈，但我把这个全部给你整通走你上面，整体的效果一出来之后，你想干哪，你得有整体的这种构造。所以我现在你不谈这个，我也没给你提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你这边的效果出来的，那边效果出来的，好两边一夹，往中间一夹，你的整体思路都有的。包括后面那个水晶，你这些说是你在先跟我讲哈，这个水晶的话可能就不是做露天的，会把这个位置腾出来。这个完全不要。这个不要的哈，而且还往后面退将近90公分，退90公分呢，你还考虑上面那个。它这儿这个柱子可能会小大点，就跟阿米连通起来了。你楼梯到20公分的，真正到20公分的混凝土，比这边的这种地基墙，它都不会散的。这个主要在这一头呢，就是看你要搞个哪玩意儿，看你要想做些啷个。反正这的框架弄出来，到时候不要一块打了嘛。也可以啊。这底下的话，现也没得太大的那，可能就是也敢开房或者哪样子。就是你这里整个工作室，一般正常到这后头做成房间是最实在的。按我感觉哈，有点偏窄，这房子还推进去好点儿。二已经推到接近了。不是，我看这边想往后面推了哈。如果说这杆儿的外面这杆儿你们做那种平时那种摆杆儿沙发呀，摆杆儿办公桌啊，然后就是平时有几个朋友来啊，是最舒服的。一定要把那个窗户的位置开得越大越好。对。把这边想往后里面推一根柱子的位置，推到这片上，然后把这片要不然推这片，推这根上，反正这框架起来了，这都可以那个调整了嘛。我按这个位置做个背景墙。这背景它也要来进这后的厨房，这儿过去它可以上厕所啊，也可以进上2楼的。开个门的问题噻。开门。也就是开个门的问题噻。两边或者摆个沙发呀，或者我们就摆这个摆一排凳子啊。看你们嘛，毕竟有时候朋友这些多噻哈。我这头搞啷个大型的活动啊，或者我要整点啷个东西啊，我感觉散得开。真正规划出来，我感觉这个还是实用比较大的。但它这个是2楼的，感觉不是啊。这儿这是2楼的那样，这儿楼梯要往后头上。那个就是现在要做的那个，这个就是你现在的这个，它是这种设计不是很好。它这里看到没得？这里是卧室，这里是个厕所。你打开用张纸把你这个户型的那个，你把那儿画成平面的，它那个凹凸啊，画出来你打开用卷尺一个地方通出来，通出来哈儿看用哪种方案做嘛，看用哪种方案。